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小慧。今天呢，给大家分享一块铃铛挂饰。一说到铃铛呢，在西方世界当中，铃铛带有和平和安宁的寓意。那在中国古代呢，铃铛具有辟邪的功能。那它们都表达着铃铛是代表着和平安宁的。那我们今天这块铃铛呢，主要分为4个部分。第一个呢是我主体编织，第二个呢是我们坠子跟挂绳的编织，第三个呢是我们的花朵，第4个是我们的叶子。那具体的，请看我演示。4股油奶棉，2.0毫米的钩针。首先钩织第一部分，将线绕在左手上进行圈织，将针插入线圈，将线拉出，做一个锁针为起立针，在线圈内钩织6个短针。6个短针钩织完成，拉紧线圈。第一个针目进行引拔针，第一圈钩织完成，接下来做第2圈，先做一个锁针为起立针，在每个针目钩织一个短针加针。短针加针，也就是说明在同一个针目里面钩织2个短针，这一圈共做6组。第2圈12个短针做好了，开始钩织第3圈。第一个针目钩织一个短针，第2针目做一个短针加针。那按照一个短针一个短针加针这样的花样，共做6组。第3圈18个短针钩织好了，开始钩织第4圈。接下来不加不减，做18个短针。第18针目，我们这时候先做一个短针完成针，这样子就是短针完成针。然后拿出我们需要换的线，将线放在织物后方，一次性拉过2个线圈，然后于第一个针目进行引拔。我们换线，换好了。接下来第5圈到第6圈不加不减钩织18个短针。第6圈最后一个针目，我们这时候继续做一个短针未完成针，拿出我们下面换的线材，一次性拉过，钩织上2个线圈，再于第一个针目进行引拔。那我们第7圈、第8圈用灰色线钩织2圈，不加不减钩织18个短针。在第8圈最后一个针目这里，我们继续钩织一个短针未完成针，然后换上我们蓝色的主线，拉紧灰色线，与第一个针目引拔。接下来第9圈依然不加不减，做18个短针。第9圈钩织完成。好，其实我们从第4圈到第9圈这6行呢，全部都是不加不减钩织18个短针，只不过是我中间换了3次线
然后大家可能有一些不是很清楚，它其实钩织方法是一样的，只不过是换线的方式，给大家讲了一下。好，接下来我们钩织第10圈，先做一个锁针为起立针，这时候我们全部挑外半针，就是离我们近的这个条纹，然后进行编织。在第一个针目这里挑外半针，钩织一个短针。在第二个针目挑外半针，钩织一个短针加针。好，按照这样的一个短针一个短针加针这样的花样，我们编织9组。第10圈编织完成，共编织了27个短针。接下来钩织第11圈，第一个针目钩织一个短针。我们第11圈是穿过全完整的一个针目进行编织的。好，第一个针目一个短针，第二针目一个短针加针，第三针目一个短针。按照一个短针一个短针加针一个短针这样的花样，钩织9组。第11圈编织完成，共编织了36个短针。接下来进行断线，隐藏线头。第一部分铃铛主体钩织完成。接下来做坠子和挂绳部分。先做坠子，将线绕在左手上进行圈织，右手拿针，将针插入线圈，将线拉出。先做一个锁针为起立针，在这个线圈内钩织5个短针。5个短针做好之后，拉紧线圈，与第一个针目进行引拔。第一圈做好了，接下来做第二圈，在每个针目里面做一个短针加针。按照短针加针这样的花样，共做5组。我们第二圈9个短针钩织完成，在做最后一个针目的时候，做一个短针未完成针，拿出我们即将换的灰色线，放在织物后方，将钩针上2个线圈一次性拉过，再于第一个针目进行引拔。好，我们第2圈做好了，接下来做第3圈。第3圈是不加不减，做10个短针。在做第10个针目的时候，我们继续做一个短针未完成针，拿出蓝色线放在织物后方，将前2个线圈一次性拉过，再于第一个针目进行引拔。第3圈做好了，那我们接下来做第4圈，先做一个锁针，然后翻转一下我们的织物。好，我们开始钩织花样，先做一个短针减针，挑第一个针目的外半针，再挑第2个针目的内半针，将前2个线圈一次性拉过，再拉过钩针上2个线圈。这样的花样呢，就是短针减针。那我们按照短针减针这样的花样，共做5组，将后面的完成。
第4圈做好了，那接下来我们做第5圈，先做5个锁针。咱们把这5个锁针当成一个3卷长长针。好，3卷长针。那接下来我们在这同一个针目里面钩织3卷长针，先在钩针上面绕3次线圈，然后将针穿过我们第一个针目，将线拉出。钩针上有5个线圈，那我们先拉过前2个线圈，好，再拉前2个线圈，继续拉前2个线圈，最后穿过钩针上2个线圈。那这样的花样呢，就叫3卷长针。好，那我们在同一个针目里面继续钩织2个3卷长针。好，我们2个3卷长针钩织完成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在每一个针目里面共钩织4个3卷长针，就是在同一个针目里面钩织4个3卷长针。按照这样的花样呢，我们共钩织5组。好，我们接下来将后面的花样钩织完成。好了，5组4个长长针钩织完成，于第一个针目进行引拔。接下来进行断线。线头隐藏好了，那在我们这个织物这个球球这里呢，然后填充我们的填充物。填充物完成。添上我们的填充物呢，就是为了让这个球球更加的饱满。好，我们的坠子呢钩织好了。接下来做挂绳部分，我们先滤油15公分长的线头，然后将线挂在左手上，先打一个活结，将钩针将线圈拉出来，这个 V 字形呢就是锁针。接下来做35个锁针。35个锁针钩织完成，拉大线圈进行断线。锁针呢，就是我们的挂绳部分，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，我们进行调节锁针长度。那接下来将挂绳、铃铛和我们的坠子进行一个组合。好了，我们的铃铛、坠子和挂绳已经组合在一起了。接下来做第3部分花朵，我们的线材这个时候要换成细线，这是小蜜糖的1股线，然后钩针呢是1.5毫米。我们将线绕在左手上进行圈织，将针插入线圈，将线拉出。先做一个锁针为起立针，在线圈内继续做5个短针。5个短针做好之后，拉紧线圈，与第一个针目进行引拔。第1圈做好，接下来做第2圈，先做3个锁针为起立针，绕线，在同一个针目里面做3个长针。好，我们将针插入线圈，将线拉出，钩针上3个线圈，将前2个线圈一次性拉过，再拉过钩针上2个线圈。那这个呢就是长针。那继续在线圈内钩织2个长针。好，同一个针目里面3个长针做好之后，我们继续做3个锁针，在同一针目里面进行引拔。
一个小号半就做好了。那按照3个锁针、3个长针、3个锁针这样的花样，在同一个针目里面，我们钩织5组。那接下来将后面的花样完成。5组花样钩织完成，接下来于第一个针目进行引拔。好，断线，隐藏下线头，花朵完成了。线材依然是小蜜桃，开始钩织叶子第4部分。将线要在左手上，先打一个活结，做一个锁针。好 ，V 字形就是锁针，那依然做8个锁针。8个锁针做好之后，在第一个针目倒数第2个针目这里调里山，然后将线拉出，再将线拉出，这个呢就是锁针。接下来在第2个针目调里山，钩织一个短针，在第3个针目这里做一个中长针，绕线调里山，将线拉出，钩针上3个线圈，一次性拉过，中长针织好了。那在下个针目做一个长针，继续绕线，将针调入里山，将线拉出，钩针上3个线圈，将前2个线圈一次性拉过，再拉过钩针上2个线圈。好，长针做好了。那在下个针目继续做一个中长针，在下针目做一个短针。那在最后一个针目呢，我们先做一个引拔针，引拔针做好之后，做一个锁针，在同一个针目里面继续做一个引拔针。好，那我们这一边做好之后，开始做对面，在第一个针目先做一个短针，第2针目绕线做一个中长针，然后在下面针目绕线做一个长针，然后在下方绕线做一个中长针。那在下方针目做一个短针，最后一个针目做一个引拔。我们在于第一个针目继续做一个引拔，于第一个针目引拔。好，叶子钩织完成，进行断线。叶子就做好了，我们可以钩织1个或者2个，看个人需求。我们的叶子钩织完成，那接下来将我们叶子还有花朵安装在我们的主体上。好了，我们的小铃铛已经做好了。好了，那咱们这一期铃铛就钩织完成了。有了这款铃铛，希望你的生活安宁幸福。非常感谢你观看这期视频，如果你对我视频感兴趣的话，请在下方进行点赞、订阅和分享，分享一切手工的乐趣。那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